嗨，大家好，我是美人鱼老师。当我们的孩子拿起笔画画，大概的程序都是透过他的眼睛的观察，再来转化他心里想的、想表达的。最后的演化就是他拿起他喜爱的美彩，变成他独一无二的创作。这对孩子来说，再自然不过了。大多数的孩子也都能从画画中得到情感的抒压。但从2022年左右我发现了这种单纯的观察能力似乎退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近来我带孩子观察，我们不管是透过影片，或是图片，甚至绘本，我发现了几个现象，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现象，有看等于没有在看，他的眼睛根本都晃在那边。第二个现象，他看了等于没有在看，他的心就飘了嘛。第三个，他看了一下，似乎根本没有在看，分心了，也可以说他的心晃了，他的心飘了。这个现象，这个数据已经在提醒我们大人，当我们的孩子不愿意用心去观察时，正表示他也慢慢的不喜欢什么思考。这个其中摆荡这个心思的迹象到底是怎么来的经过美人鱼老师一段时间的推演我给它归纳了3点。第一点我们孩子的认知的项目太多了，脑子里塞满了，讯息太多了，所以呢，他的心思摇摇晃晃，没办法停下来，静静的思考。要了解观察力本身一定要怎样，心思要清澈嘛。再来第二点，就是目前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圈实在是太舒适，也太安逸了，所以内心里没有一些自发性的能力养成再来第3点是最严重的，就是现在的3C 产品非常的普遍。那爸爸妈妈平常也是很忙有时候在家的时候塞个手机给他，自己玩电动自己玩游戏那这个荧幕闪闪烁烁之下，孩子更容易分心。所以呢，这3点就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的观察力低，一直落。我们不得不反省整个大时代背景不可抗拒的状态，那该如何让观察力有所改变呢？投其所好。请问孩子最喜欢玩什么？电动玩具嘛。那为什么电动玩具能吸引我们的孩子？第一，它充满了游戏性，而且呢会互动有参与感第二个，孩子在闯关，所以呢他喜欢冒险，还有什么探索嘛。所以电动玩具就是这么有魅力，有了探索，有了冒险，有了参与。第三个他在闯关破关的时候呢，未来无限的可能，所以他脑子里也会充满什么好奇心嘛。我们只要抓住这3点，有游戏性的感觉，有这个冒险探索的机会，让他过程中充满了好奇心，这时
只要观察力有这3项来推动的话，他的观察一定会跟着怎么样提升哦。游戏性，我们举个例子啊，用变色龙来做个游戏。我问同学啊，你们看看这个变色龙的姿态是呈现英文字母哪个呢 ？A B C D E， 哇，这个时候孩子就专心仔细看，哇，变色龙像一个西字呢。再来玩个游戏，棒棒糖是变色龙最爱吃的，又跑到它哪里去嘞？哇，原来是尾巴怎么样？卷卷的。就是这样子的方式，让游戏型的一个对话，小朋友就会注意观察，这是一个好的策略。再来探索性还有冒险性，我们就以红狐狸的造型为举个例子。我跟孩子说啊，麦当劳叔叔那个符号你们知道吗？我跟你说啊，他呀每天在麦当劳里盯在那边，他真的很不舒服。他决心啊去旅行到森林里去。你们知道 M 跑到哪里去嘞？M 跑到森林里去，遇到大巨人。大巨人啊，一看到 M 啊，他就怎么样？蹦，往他头顶这样踩。结果呢 ，M 麦当劳这个符号怎么了？蹦，被巨人踩扁，变成扁扁的，跑到哪里去了？我们看看红狐狸，扁扁的麦当劳在哪里呢？原来呀，就是这个上面是红色的，下面是白色的，麦当劳跑到他的这个脸上了啦。这个凹陷的地方还种个豆子呢，这个豆子一发芽，咻嘣，这样来比喻的话，孩子对这个红狐狸的造型啊，一下就能接受，马上清清楚楚一个豆子，就是那个鼻头，还开花了，用这种幽默有趣的方式，又加上故事性，小朋友是超爱，马上会把这个观察力怎么样提升啦。好奇心，我们现在就以这个狮子的这个造型为出发点。我跟孩子说，狮子最大的特征是它脸上有什么？鬃毛。但是公狮还是母狮？公狮。那告诉你公狮的脸上有个屁股什么屁股？不是啦，有个像屁股的肉肉。找找看。好，因为你有点幽默，有点搞笑，有点好奇，所以小朋友就会仔细观察，到底这个狮子脸上的屁股在哪边呢？原来就是它的胡须垫嘛。这样的方式，我们运用孩子的游戏性，还有探索性、好奇心这3点的方式的引用，就会让孩子观察力怎么样提升。投其所好，就是找出他最吸引的方式，用这样子的话术跟话语，孩子就投入在里面。这是我们爸爸妈妈、老师目前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从2022年我就发现孩子的观察力超烂，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针对孩子的观察力上给他一些帮忙，给他一些辅助，投其所好吧，加油，大家加油！